嗨，大家好，我是冒险猪。今天我准备要在伊根跟天桥立开心一整天。关于前往伊根跟天桥立的交通接驳方式，除了在影片的上方会有文字说明外，也会有我自己这趟行程的交通转乘总表在影片的最后，给有需要的朋友们参考哦。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啦！我是买关西跟北陆地区的 JR Pass， 有包含京都到天桥立这一段的交通。现在要坐 JR 陈崎号到福知山转车，陈崎号列车是全车指定席，一定要提前划位哦。到达福知山站了，紧张、刺激，只有8分钟的时间换搭单后线。大家都赶快用跑的去换车，如果不是用 JR Pass 的话，还要先排队去买票。所以如果有 ICO 卡的话，也可以用 ICO 卡付车票费，比较省时间哦。刚刚搭的陈崎号上有很干净的厕所，所以建议大家先在车上上完厕所，这样8分钟就很够用哦。到达天桥立站了，我有在 KKday 上面买天桥立跟伊根的2日券。嗨，こんにちは。嗨，不用换票不用吗？就是手机的票，所以每次给服务员看就好。哦，那我是要把它按下去吗？不用，坐船的时候的，或者搭缆车的时候，就按这个可以。是的。先去哪里？我要去伊内。那下楼梯下面有巴士，9点59出发。然后下车的时候给司机看就好。看这个。伊根湾地区，坐船吗？先坐船。我要直接去伊内。直接去伊内。对。好。下楼梯的是下楼梯。这边可能有人排队。好的，好，谢谢。冒险猪今天会在天桥立住1个晚上，带了一点随身换洗用品来寄放行李吧。这里就是刚刚车站内安内所人员说等公车的地方，车站一出来就到。天桥立前往伊根，除了自驾外，公车就是最普遍的交通方式了。买天桥立与伊根的2日通券，坐公车是有包含在里面的哦。那介绍几个公车的重要站名给大家。首先就是天桥立站，就在丹后铁道车站的旁边。再来是天桥立原伊势龙神社站，要观赏日本3大绝景天桥立升龙观，就是在这一站下车哦。要搭乘天桥立观光船，也是在这一站。接下来呢就是日出站，坐伊根游船要看周屋的地点就是在日出站下车。最后是伊根站，大多数的餐厅与近距离的欣赏周屋的地点就是在这一站的周边。那我们即将前往的第一站就是直接坐巴士到伊根站，先去找东西吃，然后吃饱在附近稍微慢慢晃一下，再坐公车回到日出站来坐伊根游船。为什么冒险猪直接先到伊根站呢？因为我早上匆匆忙忙跑出来赶车，肚子很饿，而且伊根这边的评价不错的餐厅都要排队等很久。为了不想浪费时间排队，所以我决定直接先来吃饭，再坐伊根的游船。但这样的缺点就是回程要从日出站坐公车回到伊势龙神社站的时候，巴士就没有位置可以坐了。看是吃饭花时间排队，还是公车上没有位置坐，就看大家怎么取舍了。现在要前往的餐厅就是远远的就可以看到的人气咖啡厅伊内咖啡。几乎网络上查伊根餐厅的话，跑出来都是推荐这间咖啡厅。冒险猪也是第一次来伊根，当然就要来吃吃看咯。太棒啦！现在大概11点5分，都没有人排队，但是我后面大概2到3组到的客人就必须排队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边看着伊根海景，一边享受美食。虽然冒险猪不是走文青路线的，但是反正别人说好的，我也是要试试看就对啦。觉得很可惜的是，我其实很想吃饭或者是面，但是今天伊内咖啡呢临时暂停供应正餐，就只好吃三明治了。他们家的蛋糕在冷藏柜里的时候，每个看起来就都很好吃，供应的数量是都不多。我点的栗子蛋糕当时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如果大家有来这间店的话，不妨点个蛋糕来享受一下。伊内咖啡是2017年由伊根当地的人开店营业的，在伊根这里的人气也一直都很高。走到咖啡厅的甲板，直接就可以零距离的看到这一望无际的美丽大海跟旁边的舟屋。这里也很适合坐在甲板上拍下美丽的完美照。
但是在这边拍照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注意，不要太忘情就丢到了海里哦。让我们再沿着伊根渔港往前走一点点，有一间伊根资料馆，有展示周屋用的渔具，结果它竟然没开。后来上网查，发现它冬天几乎不开，非冬天的时候也只有6日有营业哦。伊根这一带的海岸线5公里，约有230间的周屋。全日本捕鱼的地方这么多，为什么就伊根这边发展出了周屋文化呢？原因就是在于伊根海岸的地形，这里3面环山，海岸面对的南方吹过来的风又非常的和缓，因此这里特殊的地形让伊根的海岸一年四季不曾面对过大风大浪，也因此能够沿着海岸边盖起了一整排的周屋。周屋起源于400年前的江户时代，以前的周屋就是单纯停放船只，2楼就只有拿来晒挂渔网，简单来说就是停船场。渔师跟家人们则是住在靠近山侧的另一间房子。到了现代，新的船只再也停放不进去周屋，便开始发展伊根观光，将2层楼的周屋改建成民宿。那就让我们实际来看看周屋的内部吧。这间周屋叫做信阳湾，1楼就摆放一艘随时可以出港的小渔船。在以前江户时代的时候，一家一间周屋停放一艘木船。伊根的渔师们除了日复一日的出海捕鱼之外，伊根这里在江户时代就是用这种小小的木船来捕大型的鲸鱼。据说因为伊根湾的地形关系，鲸鱼只要不小心游进了这个湾内，就会迷路，不知道要怎么出去。这时候伊根的渔师们就会合力，一共有56艘船把伊根湾的出口给堵住，在湾内再用专门猎捕鲸鱼用的鱼枪跟鲸鱼展开一场厮杀。记录上从1656年到1913年的这一段期间，就一共捕获了355头的鲸鱼。伊根的渔师们也同时替这些被捕杀的鲸鱼，在伊根湾内的青岛上设置了鲸鱼的坟墓，并且盖了一间质子神社来祭拜这些鲸鱼。虽然在现代已经禁止猎捕鲸鱼，但是在过去，鲸鱼的经济价值极高，捕获一头鲸鱼便能够替整个渔村带来极高的额外收入。这也是伊根这里所留下来一段珍贵的捕鲸历史。在信阳湾这边也可以看到以前渔夫在渔港边捕鱼的珍贵照片与捕鱼时所使用的渔具。现在是12月，日本冬天的海边真的很冷，觉得在古代出海捕鱼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这里除了有卖一些手作小物，也可以买伊根的风景明信片，到附近的伊根邮局丢邮筒寄回台湾哦。喜欢日本酒的朋友一定要造访这一间向井酒造。虽然我本身不喝酒，但是经过这里时，里面的客人超多的哦。那我们准备坐公车回日出站，去搭2点的伊根游览船。天桥立与伊根的2日券通票 CP 值真的很高，搭伊根游览船也是有包括在里面的哦。船是每小时的整点跟30分各发出1艘船。耶，船终于来了！今天运气不错，中午的时候伊根这里有下一点雨，现在刚好是雨后天晴。准备跟着一群嗷嗷待哺的海鸥出海。海边的风其实很冷，风还很大，但是为了想拍到更好的景色，所以冒险猪决定还是待在船的2楼上的甲板。就在突然之间，我感觉头上有怪怪的不明物体。这些海鸥真的是很嚣张，竟然飞累了还停在我头上休息，而且还不止1次，总共至少停了4到5次有吧。休息一阵子又会飞走。好，我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这些海鸥并没有在我头上拉屎。下船后，冒险猪是有好好检查我的衣服，所以卖给海鸥吃的虾味鲜是对海鸥的肠胃有特别设计过的哦。大家记得来坐船还是要买店里面的海鸥专用虾味鲜，不要自己乱喂海鸥吃别的东西哦。其实海鸥里面还混着几只老鹰的样子，
但是老鹰并不会靠近船。旁边的尖叫声四起，这些海鸥是真的很凶，手上有虾味鲜的人都会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海鸥也开始在别的乘客头上休息。坦白说，海鸥选停机坪的标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我被停了特别多次。也难怪这些海鸥飞着飞着会累，海上的风很大，即便是很强烈的逆风，这些海鸥还是有办法奋力的往前，跟上船的速度一起飞行。虽然待在2楼甲板上真的很冷，但是看到这些风景很美丽，真的是很值得。如果大家是冬天来的话，记得要穿暖一点，戴上口罩跟帽子再搭船哦。冒险猪应该就是在这个船上冷风吹太多，后来隔天就开始喉咙痛跟咳嗽了。如果大家来伊根想要在舟屋住一晚，也是非常的推荐。有住过的朋友都说很棒。伊根这里产的鲫鱼也特别的好吃，在民宿住上一晚，再吃当地产的海鲜，应该是非常棒的体验。建议大家可以把行李箱寄放在京都车站或者是饭店，然后带一点换洗衣物来伊根，这样坐公车就不会不方便，也不用担心行李寄放的问题。冒险猪今天晚上是住在天桥立。没有选择住在伊根的原因，是因为明天想要直接去京都的五鹤湾，从天桥立出发会比较方便。那我们在伊根湾的被海鸥追捕之行也即将结束，准备回港喽。冒险猪现在已经坐公车回到了天桥立的原伊势龙神社站了，现在大概是下午的3点15分，那就让我们快快走去天桥立伞松公园吧。前往搭缆车的地方，一路上也有蛮多餐厅跟商店。我在想，如果下次再来天桥立跟伊根的话，我可能会早上先来天桥立的伞松公园，在这边吃饱中饭之后呢，再前往伊根，然后在伊根慢慢悠闲待一整个下午，跟住在舟屋1个晚上，这样的玩法似乎也很不错。那准备再来使用天桥立与伊根的2日券来搭乘缆车去伞松公园，要来欣赏天桥立的升龙观。天桥立总共有4个观景点，因为这张2日券通票只有包含伞松公园的缆车车票，所以冒险猪就是选择来这里。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顺便再从伞松公园坐车到更上面的沉香寺走走。假设不使用2日券的话，也蛮多人建议可以到天桥立车站旁边的天桥立 Viewland 看飞龙观，据说那边看到的天桥立形状会更像一条龙哦。哇，终于见到了日本3景其中之一的天桥立之升龙观，真的是很壮观。天桥立总长有3.2公里，比较靠近我们现在站的伞松公园这一侧呢，比较长的这一段是叫做大天桥，靠近对面山底下小小那一段则是小天桥。那我们再换一个位置，这里就是从胯下窥看的观景台。冒险猪是没有真的从胯下看，因为我身上的包包还蛮重的，还蛮担心一弯下腰后站起来就直接掉到山下，速度比搭缆车还要快。如果把照片倒过来看，有像一条龙吗？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像。再来，伞松公园这里还有一个超适合打卡拍照的景点哦，那就是祈愿之钟。情侣们可以站上这个爱心形状的钟塔，然后还有其他的游客可以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在敲下这个钟的瞬间，由大家一起见证2个人的爱情。在这边一边望着天桥立的美景，一边许愿2个人可以超越100年好合。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会有点害羞？所以我发现这边竟然1个人都没有，只有冒险猪自己在这里。好吧，没关系，这个夕阳很美。最后我们要一边坐缆车，一边望着天桥立美景下山喽。顺便跟大家聊聊天桥立这个景色的由来。现在我们看到眼前的天桥立的右边是阿苏海，左边呢是公津湾。也就是因为这左右两边的海流方向不同的关系，在4000年前，陆地上的河流把沙子冲刷到了海里面后，左右两边的海流就将这些沙子堆积在了阿苏海与公津湾的中间，再搭配上了种在上面的6700棵的松树，
形成了白沙青松这样的天桥立景色，是不是觉得大自然真的很厉害呢？话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缆车坐起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因为完全没有安全带可以绑住，椅子又很小，虽然底下是有网子，但是因为我穿毛料的裤子，总是感觉很容易滑下去，所以如果大家有来天桥立玩的话，建议不要穿质料太滑的裤子哦。在去一之宫栈桥搭船回天桥立之前，赶快来看一下在旁边的原伊势龙神社长什么样子。原伊势龙神社有着超过1300年以上的历史，日本最强能量场之一的伊势神宫的起源就是这边。这个神社的腹地其实很大，旁边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进去到山上的奥宫真名景神社，有着从神文时代以来就在祭奉的神秘磐石。只是这次来天桥立停留的时间太短，下次要安排2天来这里好好的探索天桥立这一带。回到栈桥这边已经下午4点半，刚好赶上最后一班4点45分的船班。如果是春天跟秋天的话，观光船下午5点以后还有船班，那大家就可以在神社那边待更久一点的时间。一整天下来，大概搭了5到6种不同的交通工具，真的是有点感到舟车劳顿。不过觉得能看到这么不一样的京都，真的是很值得。等一下一定要好好吃一餐来消除疲劳。就在眼前的天桥立车站的斜对面有一间松和物产，1楼是卖伴手礼，它的2楼是餐厅，看起来有很多海鲜料理，那就让我们直接上2楼吧。菜单都是日文，但是有照片可以看，再加上现在可以用翻译的软体，所以点餐不是太困难。它的价格看起来都非常的平实合理，生鱼片定时是2200块日币。因为我今天中午没有吃到正餐，所以就决定要点看起来最厉害的生鱼片定时。这间餐厅实际上送上来的料理跟模型简直就一模一样，甚至感觉生鱼片又更大块一点。现在不是有很多日本的餐厅照片看起来很不错，结果实际送来的分量超小一份吗？这生鱼片真的切得很厚，还有贝类跟虾子的生鱼片。我可以确定它很新鲜，因为冒险猪吃到不新鲜的海鲜就会立刻过敏。之前我在仓敷车站旁边的 Ario Mall 里面的某一间店吃寿司，大概半小时后嘴唇就马上肿成2倍大。这个分量是男生都觉得会吃饱的分量，它还有配菜跟炒碗蒸，还有味噌汤。因为当时太饿了，所以就忘记拍汤，但是汤的料也是给很多哦。吃饱后来介绍一下我在天桥立住的旅馆给大家看。伊根也好，天桥立也好，住宿的价格都蛮贵的。如果跟我一样在住宿上有预算的考量，那提供天桥立车站附近的这一间欧贝鲁九天桥立的住宿经验给大家参考一下。我看了蛮多关于它的住宿评价，很多人抱怨它没有厕所跟卫浴，只能去公共的淋浴间，然后也没有电梯。所以当我订的时候，我特别选择了有厕所的房型，价格大概是3000块出头一个晚上，跟旁边的饭店比较起来还是便宜很多。房间很干净，也可以去隔壁的天桥立温泉饭店免费泡温泉。所以以价格点来考量的话，这样的住宿条件我是可以接受。谢谢大家观看影片，等一下还有今天的交通接驳总整理给大家参考哦，拜拜。